上周末从特朗普政府传出了一份关于结束俄乌战争的28条和平方案。这个方案经媒体一披露立刻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他一直有一个小目标，他想得诺贝尔奖。当然诺贝尔奖他肯定得不了物理奖，也得不了生物学奖，他想得和平奖，那强要所以你看他上台之后他一直以一个和平者自居他就在全世界各地搞调停。比如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打了好几年了，是不是？他搞出来了一个加沙的和平方案。客观来讲，加沙的和平方案还是不错的紧随其后，他就一直想调停俄乌战争。他一直讲，他说俄乌战争根本不该发生，都是那个瞌睡桥，就是那个拜登搞的。如果他要是当总统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俄乌战争。所以俄乌战争是他继承来的。他继承来之后收拾这个烂摊子所以他今年3月份的时候，不是把泽连斯基请到白宫了吗？搞了一个方案，说成立一个基金，将来开发乌克兰，赚的钱呢，美国拿走一半。泽连斯基当时一听就傻了，说是美国帮我们这个乌克兰解决问题，结果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最后赚了钱，美国拿走一半。两个人当着记者不就吵起来了吗？ You haven't been allowed. You haven't been allowed. We gave you, through this stupid president, $350 billion. We gave you military equipment, and your men are brave, but they had to use our military. What about if you didn't have our military equipment, if you didn't have our military equipment, this war would have been over in 2 weeks. In 3 days, I heard it from Putin. In 3 days. This is something Maybe new. less. In 2 weeks. Of course he has. It's going to be a very hard thing to do business like that. 吵起来之后，那个万斯就在旁边说谢谢，说谢谢，快跟美国说谢谢。结果呢，泽连斯基最后没办法，又跟美国说谢谢名场面。但是呢，这之后特朗普应该说一直没闲着，他一直希望能够结束俄乌战争。客观来讲俄乌战争如果能结束的话，确确实实挺了不起的。这战争打了3、4年双方在比拼消耗战。其实现在双方都很难取得战场中的绝对优势但是呢，欧洲国家没能力调停，中国呢想掺和呢也没能力调停。俄罗斯不听中国的，乌克兰也不听中国的，只有美国现在还保持着具备调停俄乌战争的能力。所以特朗普这半年一直跟普京在密谋。哥俩煲电话他们的关系比较铁你想想，特朗普想跟习近平打电话，习近平不搭理他。上任1年呢，好像只通了4次电话。他说电话呢，但是他跟普京人家哥俩经常一煲电话煲好几个小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过去的半年俄罗斯跟美国一直在密闭接触和谈判，目标呢就是搞出一个这个俄乌战争结束的方案。其中美国派了一个特使，这个特使呢叫维特根夫。那苏联呢不是苏联，是俄罗斯我老把这个苏联和俄罗斯搞混，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了俄罗斯派了一个代表呢叫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这两个人你看吧，都叫夫就是相当于2个伙夫在秘密的接触这其中这个德米特里耶夫还是美国政府制裁的对象。但是制裁归制裁人家互相还在秘密谈判。这就有点相当于中国政府宣布制裁卢比奥，美国的国务卿，对不对？所以这个卢比奥呢也不好到中国去了但是呢，最后大家发现，卢比奥好像经常半夜3更坐着飞机到中国，跟中国的何立峰谈判，效果就相当于如此。就这2个夫在过去半年呢，好像一直在秘密谈判，从加拿大到美国比较关键的是今年的10月24号到10月26号，双方在美国的迈阿密闭门谈判3天，最后敲定了这28条协议。这28条方案搞出来之后咱们不知道他们双方究竟是因为什么拖了很长时间。因为比较蹊跷的是到11月19号，美国政府才在土耳其口头通知乌克兰政府，就说我们又搞出了一个28条协议，你看一看，还没有给他看全文。21号这一天，美国的陆军部部长带着这个28条方案的全文，到了基辅去面见泽连斯基，给泽连斯基看了。Nice to see you. We're How are you? Well, we're thankful. We stay strong because we have such strong partners. We and the president have deep respect and love for this country. 那你想想，11月19号到26号，美国政府到底是寻思什么呢？为什么不跟泽连斯基商量？我们都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
19号这一天，乌克兰政府是第一次知道了这个方案，21号拿到了全文。那么这个方案最早是谁披露出来的呢？最早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了部分条款。英国的《金融时报》通过什么途径获知的这个28条方案呢？我们不知道。但紧随其后，美联社就拿到了28条方案的全文。那具体谁披露出来呢？现在大家都猜测是乌克兰政府的反对派议员，他把这个消息喂给了这个国际媒体。为什么乌克兰的反对派议员把这个消息喂给国际媒体呢？大家都猜测这乌克兰的反对派议员呢，担心说乌克兰政府就看到这个条款就直接就答应了，就怂了，就接受了，然后呢，那等于乌克兰的主权不就被出卖了吗？于是他们就把消息递给国际媒体，然后让国际媒体一公布，然后呢，国际媒体大家都知道，一看这是丧权辱国，就炸了，然后就开始谴责俄罗斯，谴责美国，对不对？然后为乌克兰赢得一些国际上的道义加分，未来的谈判过程中间占据相对比较有利的道德地位。那么我看到这个点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都有点想起来1915年，那当时中国面对日本政府提出来的21条，因为当时日本呢也非常强硬直接跟袁世凯政府提出21条方案呢。袁世凯政府当时面对日本的时候也害怕搞不过怎么办呢？袁世凯政府当时也耍了一个花招，就是把这些信息告诉了媒体，国际媒体咵就把21条给爆出来了。爆出来之后，很多国际舆论就谴责日本，说日本你这也太不像话了，你还把中华民国当做国家吗？山东权益德国的你都全部继承，什么沿海港口不许割让给其他国家，割让不割让跟你日本有什么关系说日本政府当时就比较被动。但是后来呢，中国和日本要签订了一个新的条约，这个条约呢比21条好一点，但也没好到哪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弱国无外交所以我这次看到泽伦斯基面对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了当年中国在面对日本21条的那种场景，真的让人觉得非常悲凉，非常无奈那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美国政府也有点小慌那当时美国就有几个议员说，他说这个东西不是美国政府的立场，不是我们搞的，只是俄罗斯的一个愿景，我们美国政府只是传话人。这一出来之后，那卢比奥就不干了。卢比奥就说不是的，就是我们美国主导的，就是我们美国起草的，参考了俄罗斯的意见，也融合了乌克兰的一些自己的主张。紧接着24号这一天，白宫的新闻记者会马上就有记者问特朗普说，特朗普总统，你会跟这个泽伦斯基见面吗？你怎么看这个28条协议吗？特朗普就说 We have a way of getting peace, or we think we have a way of getting peace. He's going to have to approve it. He'll have to like it, and if he doesn't like it, then they should just keep fighting, I guess. 27号之前，感恩节之前，泽伦斯基必须签字。如果不签字的话，他自己跟俄罗斯人打去吧。我们是没什么招了，你总要同意一些什么吧。言下之意，最后通牒。泽伦斯基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无比悲愤我看他发表了一个10分钟的演讲。Один з найважчих моментів нашої історії. Зараз тиск на Україну один з найважчих. Зараз Україна може опинитися перед дуже складним вибором. 这个演讲他就讲了，他说我们乌克兰不会出卖自己国家的主权，仗已经打了3-4年了，打到这个份上了，我们不会为了和平牺牲我们乌克兰的主权。话说的掷地有声但是紧接着他又讲了，他说乌克兰现在面临我们战争以来最艰困的局面，要么失去盟国对我们的支持，要么失去乌克兰的自由、尊严和正义，两难选择。如果签署这28条协议，那乌克兰可能要丧权辱国；如果不签署，美国说了，你自己去搞吧，你自己去玩吧，那乌克兰能独自面对俄罗斯吗？所以这泽伦斯基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好干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析分析这28条协议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其实这28条协议大概分为这4大块。第一大块就关于领土的这领土这一部分是怎么规定的呢？就规定乌克兰的乌东4州中间的卢甘斯克、顿涅斯克永久割让给俄罗斯了，包括克里米亚也都归俄罗斯了。那现在赫尔松也包括这个尼古拉耶夫、扎巴罗热这个地区呢，现在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就地停火。就地停火之后，这一部分的领土双方通过谈判来解决。还比较过分的是，
其实在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这2个州里头啊，现在乌克兰还占有少数地区。那么这些少数地区按照这28条协议啊，乌克兰必须让出来，让出来之后交给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承诺呢，这个区域将来作为缓冲区，俄军不进入。那也就是说，双方都不在这里头有军队，但是主权归俄罗斯。那么剩下俄罗斯占有的土地啊，归还给乌克兰了。乌克兰不是还占有一点俄罗斯的领土吗？也必须归还给俄罗斯。双方就这么拉倒了。那么这个区域啊，就整个这个领土分割方案呢，大概啊占到乌克兰现有领土的22%，也就是卢甘斯克、顿涅斯克，也包括克里米亚，也包括现在赫尔松这个地方啊，这个区域。那这可不得了啊！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那过去啊，那是打来打去啊，那基本上来说，本来呢俄罗斯的这个居民也比较多啊。克里米亚已经占了10来年了啊。赫尔松这个地区啊，其实是这一次俄乌战争发动之后，俄罗斯新占领的地区，包括那著名的城市马里乌波尔，当时打得最激烈的地区啊，现在都在俄罗斯控制之下。这个区域啊，对俄罗斯来说战略非常重要。当然，对乌克兰来说，战略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啊，它其实跟大陆连的是乌克兰的赫尔松地区，它跟俄罗斯之间还隔着一个海峡呢。当年克里米亚当时被俄罗斯直接拿走之后啊，其实在赫尔松这个地方呢，乌克兰实际上还是可以拿捏克里米亚的。比如说，克里米亚的供水是靠赫尔松地区那些水库来供水，还有供电也是靠赫尔松地区。那么俄罗斯为了维系克里米亚，那必须要通过这个俄罗斯那个海峡啊，不停地向克里米亚来输送啊，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但是现在赫尔松地区啊，它就被俄罗斯占领之后呢，从乌东的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到克里米亚这个区域，就形成了一个克里米亚走廊。那这个克里米亚走廊就把卢甘斯克、顿涅斯克跟克里米亚在陆地上连接在这一起。那这对俄罗斯来说就非常重要了啊！克里米亚就变成了在陆地上跟俄罗斯连成一起的一片国土。与此同时，亚速海也就变成了俄罗斯的内海，整个亚速海沿岸全部乌克兰的领土都被俄罗斯占领了。那你想想，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多重要？你说你将来你谈判你能要回来？因为你这个28条协议里还规定了啊，双方停火之后，乌克兰必须承诺不通过武力重新要回这些领土。不通过武力要回来，你通过谈判能要回来？世界上哪个国家通过跟俄罗斯谈判要回过自己的领土啊？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方案实施之后，也就意味着乌克兰现在要永久割让它整个领土的22%的领土。那这不就是马关条约吗？那割地赔款吗？是不是？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就规定了啊，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而北约也必须修改自己的规约，不得接纳乌克兰，而北约呢也不得再东扩。这个呢就非常重要了啊，因为乌克兰过去啊宪法里就规定，它必须以追求加入北约为目标。现在不具备条件，因为跟俄罗斯之间有领土纷争嘛，北约也不会接纳它。但是你现在就算和平了，把乌东4州全部割让给俄罗斯了，那么你双方没有领土之间的纷争了，乌克兰也不得加入北约。乌克兰你必须自己修改宪法，你必须自己永久中立化，你的军队规模必须控制在60万。现在乌克兰的军队数量大概在80几万啊，战前大概是20几万。因为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规定所有的成年男子不得离开乌克兰，必须加入军队，所以他的军队规模在80几万。但是现在规定了，你乌克兰的军事力量最高不能超过60万。那么这个呢，北约还必须修改自己的规约。北约过去呢，那在欧洲范围内，你只要是自己独立的国家，跟其他国家没有领土纠纷，符合北约的入盟标准，都可以加入北约啊。波兰就加入北约了，对不对？那这当时东欧解体之后，现在不可以了，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那这实际上是对乌克兰主权赤裸裸的干预啊！你想想，加入不加入北约，那不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吗？但是现在呢，俄罗斯说你不许加入，这不就相当于当时的芬兰吗？芬兰被俄罗斯打得快灭国了，规定你可以独立，但是必须保持中立。那当年对不对？苏联嘛，沙文帝国主义嘛。现在俄罗斯是吧，也又开始继承
前苏联的那一套国际秩序的方式了，就明确要求乌克兰你就不许加入北约，而且呢，这个28条方案里头啊，特朗普也承诺了，北约不东扩，不再东扩了。那也就是说，格鲁吉亚这些国家原先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早期你加入北约的也就加入了，今后不得加入了。那这不就是对乌克兰主权的这种干预吗？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安全保障。按道理来讲啊，你乌克兰付出这么大的代价，1/4的国土都割让给俄罗斯了，总要获得安全保障吗？有安全保障啊。这安全保障就说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互相之间不能侵略，俄罗斯不侵略乌克兰，也不侵略其他国家，乌克兰也不侵略俄罗斯。事实上，乌克兰哪有能力侵略俄罗斯啊？对不对？规定了啊，乌克兰你还不能用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你要袭击的话，安全保障解除。俄罗斯不入侵乌克兰啊，过去30年所有的账一笔勾销。这30年的账，说实在的，其实也都是俄罗斯的托词。大家都知道，1994年布达佩斯配方录，对不对？那个时候5大国共同保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边境的安全。那当时俄罗斯也是签署国之一啊，他当时就认为乌克兰的这个边界啊是合理的呀。30年之后，他认为不合理了，所以人家这次啊，泽连斯基又讲了，他说我凭什么相信一个在历史上2次侵略乌克兰的国家呀？没法相信呢。第一次侵略克里米亚，第二次侵略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对不对？那你现在认为30年过去的一笔勾销了，那今后呢？今后再过30年，他又认为不行了。基辅是俄罗斯文化伟大的发源地，就像黄河是中国的这个母亲河一样，我认为它应该是自古以来就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那你乌克兰怎么办呢？对吧？所以乌克兰要求一个安全保障，这个安全保障这次美国给他提供了啊，怎么提供的呢？美国说了，如果俄罗斯要是入侵乌克兰的话，那么现在美国承认的，俄罗斯占有这个乌东4州。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我就不承认了。其次，我现在不是恢复制裁之前的那个秩序吗？允许你俄罗斯加入到什么 G7、G8，对不对？变成 G8的一部分，对吧？那么我们再给你赶走，不让你在 G8里待着了啊。然后呢，那其他的就是恢复所有的经济制裁的同时呢，美国就是说协调军事决定行动。至于什么叫协调军事决定行动，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说美军要直接出动，要干预，因为乌克兰里头啊不设有外国军队，北约的战机只部署在波兰，北约的战机部署在波兰，现在就部署在波兰呢。那其实言下之意就是俄罗斯，你将来你可以入侵乌克兰，你别入侵波兰，我们北约就把波兰当做自己的桥头堡了。那乌克兰这个地方呢，其他国家都不驻军呢，只有美国这么一个比较虚的安全承诺。但你想想，这么一个虚的安全承诺，仍然保持着战略模糊，对于乌克兰来说，它真的能获得国家安全吗？在我看来，获得不了。那这个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在这儿，随着它的国力的增强，它缓过味儿来了，将来它再在乌克兰提出一些其他的要求，乌克兰怎么办呢？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啊，他说俄罗斯不许侵略乌克兰，但他从来没有说代理人战争啊，因为俄罗斯也不傻呀。过去他说克里米亚，包括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的时候，也不是俄罗斯直接去入侵呢，他让卢甘斯克、顿涅茨克那地方组建他们当地的解放军，然后呢把乌克兰军队给干走了。那其实那解放军都是俄罗斯军队搞的啊，但是呢他不打着俄罗斯军队的名义啊，那你这个时候你算不算呢？那假如说哪一天他们在基辅那个地方搞一帮俄罗斯人，说搞一帮基辅解放军，那你怎么办呢？还算吗？算不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所以这个条款实际上啊，它这里头有非常多的漏洞，对乌克兰来说，这个承诺本身呢并不是那么可靠啊。这是第3点。第4点就是关于战后重建。这战后重建里头啊，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之后，在美国在欧洲被冻结了很多钱，这些钱一直没法用，现在规定了，其中1000亿拿出来重建乌克兰，欧洲也出1000亿，一共2000亿。你看这美国确确实实老大啊，欧洲都没参与这个谈判，就说欧洲你出1000亿，然后俄罗斯从冻结的钱里头出1000亿，当然俄罗斯冻结的1000亿里头到底怎么出，
咱还不知道是不是加入到美国那个基金呢？这个基金在乌克兰我们都知道了啊，战后重建过程中收益的一半美国还要拿走，这就是战后重建方案呢。所以你看，美国确确实实老大啊，这个过程中间自己不出1分钱，就决定了整个这战后重建乌克兰的这么一个经济格局。你包括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扎巴罗热的核电站，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占领了之后，现在人美国说了，给你要回来一半的电，就扎巴罗热恢复供电之后啊，乌克兰还可以拿回来一半，剩下一半就是俄罗斯拿走了。至于控制权嘛，没提的言下之意，那肯定归俄罗斯了。整个就是这个28条协议啊，大部分内容就是这些，还有最后一个尾巴。这个尾巴就是说，这个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的100天内，乌克兰必须组织大选，重新选举政府。言下之意就是泽连斯基赶紧滚，我这个跟你打交道已经打够了，再选出一个俄罗斯的领导人听话的，是吧？大概就是这4个方面的内容啊。那么这4个方面的内容啊，那在我看来啊，如果是按照这个方案来制定的话，那对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体系啊，那这是一个灭顶之灾啊。大家都知道，战后的这雅尔塔体系啊，联合国的宪章里头啊，明确规定啊，不能通过武力入侵的方式啊，来获得领土啊，这是联合国宪章里头重中之重的条款呐。那么现在呢，俄罗斯就是赤裸裸的通过武力入侵的方式获得了乌克兰22%的领土，你怎么着吧？而且他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联合国你还没办法制裁他，你所有对俄罗斯的制裁，安理会的决议都通不过。那整个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其实就要崩塌了，但是变成了一个大国游戏。这大国游戏就是谁的拳头硬，谁可以拿到更多的国家利益。这不就是2战之前的国际秩序吗？但这种国际秩序是非常不稳定的，就说你今天强大，明天我强大了，那我再要回来吧，要不回来就打呗。这不就是当时2战之前导致2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原因吗？所以美国在战后的时候就主导了一个体系，就说我对这些战败的国家，我第一步寻求赔款，第二步寻求领土，我们构建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大家通过共存共荣，然后大家就不打仗了。但客观来讲啊，其实美国当时主导这个体系啊，苏联并不承认。苏联在2战结束的时候有没有领土诉求啊？当然有了，波兰的整个边境那不都是西移了吗？那当时苏联就占领了大部分的地区啊，包括那加里宁格勒也是苏联占有的，对不对？而且在亚洲的地方，蒙古他要独立，那当时是跟美国就谈好了，根本没有经过中国同意啊。中国东北中东路旅顺港要租界，其实不也是美国同意的吗？中国有什么谈判的条件呢？也没有啊，仍然在划分势力范围。其实在欧洲也是如此，东欧国家这些势力范围是当时斯大林跟丘吉尔私下谈的，就是东欧这几个国家就归我管了，你们别管。后来苏联在那些地方都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嘛，所以苏联实际上是不承认美国这一套体系的。但是啊，现在问题是，美国在现在过去自己的地盘里头，自己的原则里头，实际上向着俄罗斯妥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了，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对乌克兰的军队的数量进行限制。这实际上这些做法我们也非常熟悉，就是在2战之前那些大国在划分势力范围啊，对吧？势力范围就是这个区域归我管，我在这个区域有特殊利益。现在其实俄罗斯就是在跟美国讲，我在乌克兰也包括格鲁吉亚这些国家有特殊利益，你别插手，我就是有权利干预这些国家的主权，他加不加北约就是我说了算，那不就是势力范围吗？那么这个势力范围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些小国它的主权不是完整的，它必须扬那些大国的鼻息，它不能得罪这些大国，这大国就可以决定这些国家的外交和政策，包括它的主权的一个程度。那这就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秩序格局又回到2战之前了，这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这里就讲了啊，侵略罪行都赦免了。大家都知道啊，这战后就规定了，侵略别的国家，这国际刑事法庭啊是可以给你定罪的。大家都知道那米洛舍维奇了吗？南斯拉夫的，
米勒舍维奇现在就经过国际刑事法院裁决，判他有罪，还关着呢，终身监禁。那你普京入侵乌克兰算不算侵略啊？肯定算。国际刑事法庭不已经通缉他了？现在说了，这都不算了啊，双方谁也不追究谁的责任了。我们不追究你泽连斯基的责任，你们也别追究我普京的责任了。泽连斯基有啥责任呢？你双方互相不追究，你普京可是人家国际刑事法庭的通缉犯呢。你如果不追究了的话，那战后的国际法的体系也就瓦解了。然后呢，美国就说了，从此之后，普京重回到国际舞台，让俄罗斯重新加入到 G7， 就变成 G8， 除非你要重新入侵乌克兰，那你就不是 G8 的一部分了，我们重新搞 G7， 你看到了吗？美国就等于重新接纳俄罗斯回到国际体系中间的一部分。那国际法还有啥用？谁还当回事儿？米洛舍维奇为什么会抓起来？国家小嘛，没力量嘛。俄罗斯为什么可以随便侵略别的国家？国家大嘛，谁的拳头硬嘛，对不对？那是第3个方面。第4个方面其实更重要，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由一个国际秩序的架构者变成了一个拆解者。2战之后这套体系啊，美国主导的呀，雅尔塔体系啊，就说不追求领土啊，不像这个战败国追偿这个赔偿啊，搞马歇尔计划，这都是美国搞的啊。但是现在美国呢，由原先一个战略的秩序的制定者变成了一个拆解者。过去这样的一个原则，美国不遵守了。美国现在这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我认了，我承认你在乌克兰有特殊利益，我承认你侵略的这些领土，我承认你占领的既成事实。也就是说，美国再也没有能力主导全球的主要国际秩序了。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啊！你想想，美国在战后维持了80年的霸主地位，就要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啊，如果这个方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的话，最后签署的话，大概率就是这个结果吧。当然，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现在美国当然不也说了嘛赶紧谈。然后泽连斯基呢，虽然表面非常强硬但据说私下里也在美国跟他沟通表示对美国的感谢，也在谈。欧洲紧接着提出来的一个反方案，欧洲说：“你看，我们都还没参加呢，对不对？你让我们也提个方案。”但我看了一下欧洲的方案其实跟美国这个方案比起来也大差不差。其实关于领土这部分，欧洲提了一个方案，就是说在现有控制的这个军事分界线先停战，不涉及到一个主权的转移，先谈。实际上这个谈也谈不回来了。这是欧洲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方案。欧洲有很多国家一打内战一打仗，欧洲就说别打了，先停战。停战之后，你们双方先这个谈，其实一谈有的谈50年，有的谈100年，最后呢反正就不打了，就形成一个既定的事实。欧洲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维系一个战后体系的这种表面上的存在。但事实上，其实欧洲的方案也是承认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现在对乌克兰来说就非常艰难了，为什么呢？就是乌克兰呢在战场的形势最近2年确实不太有利。我呢3年前我去过乌克兰做过采访当时我在赫尔松那个区域扎巴罗热那个区域我都去过那当时去的那个巴赫穆特，实际上在2年之前乌克兰就失守了。我们从巴赫穆特撤下来之后，在一个红军村那个地方坐火车回去，我们当时拍了一部片子叫《难民列车》。那红军村现在90%已经沦陷了，而且红军村周围的乌克兰的军队基本都被俄罗斯给包围了。所以最近2年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俄乌战场上形成一个焦灼的局面。一开始俄罗斯想速胜，后来俄罗斯反击，最后呢俄罗斯陷入到这样的一种焦灼战很多人都认为乌克兰只要获得美国和欧洲国家足够的军事援助，就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因为你想想，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吧，然后能源价格下跌嘛，卢布暴跌嘛，对不对？但是后来发现问题比这想象的复杂。美国援助了乌克兰海马斯火箭、战斧式导弹，欧洲又给了他豹2式的坦克，包括美国给他那个 M1A1 的坦克但是这些装备给了乌克兰之后乌克兰仍然打不赢这场战争。
俄罗斯毕竟是地大，国家人也多啊，所以当他获得了那个战略喘息之后啊，现在战场形势对乌克兰并不是特别有利，给人感觉打下去啊，乌克兰的战场形势给人好像还越来越不利。实际上现在就整个俄乌战争的形势是这样的，如果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不直接出兵，乌克兰绝对没有能力单独打赢俄乌战争，那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但问题是，美国和欧洲在过去几年已经证明了，他不可能因为乌克兰直接出兵，跟俄罗斯直接在乌克兰对着干。那现在乌克兰就非常尴尬了啊！你要么接受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要么呢你就耗着有一天没准在战场上还有可能崩溃。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所以我的预测啊，大概率乌克兰可能会修改一定的版本之后呢，有可能会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丧权辱国呀！这个协议像什么？我想起了几份协议。第一份协议，慕尼黑协定，大家还记得吧？1938年，当时这个德国想要占领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这苏台德地区啊，跟这个乌东的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很像啊。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主要是俄罗斯人嘛，所以他心比较向着俄罗斯嘛。苏台德地区啊，300万日耳曼人呐，所以他不愿意跟捷克在一起啊。所以德军现在当时就强要苏台德地区。结果呢，英国的张伯伦飞到了慕尼黑，亲自去跟希特勒解释，最后答应了苏联占领了苏台德地区。当时谈判的过程中间根本没有捷克参加，最后呢，捷克没有办法啊，捷克跟法国还有军事同盟条约呢，结果英法就强烈压制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必须接受，你如果不接受，你就自己跟德国军打去吧。当时跟捷克说的是什么？牺牲捷克的利益，换取整个欧洲的和平。所以签署了慕尼黑协定之后，张伯伦回到了英国，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我们这个时代和平”的演讲。但是捷克呢？捷克说：“关于我们没有我们，就这事儿啊，跟我们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我们自始至终没参与，整个国家就被肢解了。”现如今乌克兰面对的这个局面，不就是当时慕尼黑协定的所面临的局面吗？乌克兰自己的国土、自己的战争没有权利参加谈判，然后美国和俄罗斯就决定了，然后呢，决定了完之后呢，你只能接受，你不接受，你可能就面对整个这些西方国家对你不再支持，悲愤呐，是吧？另外一个不就是当年1915年中国面临的21条吗？中国当时也是协约国呀，也是后来的战胜国啊，跟日本是一个阵营的。但日本根本没管这一套啊，就要求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它全部继承，在东北的南满铁路租期要展期99年，在沿海这些港口不许割让其他国家。中国政府没办法啊，诉诸国际舆论呢，最后还是跟日本签订了一个中国和日本之间的4个条约呀。那个国际时代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比拼的就是谁的拳头更大，谁的武器更强。就是一个丛林社会。那么伴随着这个乌克兰如果要是接受这个协议，国际社会要重新回到那个时代了。那个时代所有的和平都是短暂的，都是实力平衡下的短暂的和平。当实力如果要是扭转之后啊，和平将不复存在，要经过一轮新的比拼拳头的这个力量来决定双方的领土和势力范围。所以啊，梁漱溟先生写过那本书说这个世界会变好吗？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我们大家可能都需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З найважчих моментів нашої історії. Зараз тиск на Україну один з найважчих. Зараз Україна може опинитися перед дуже складним вибором. Або втрата гідності, або ризик втрати ключового партнера. Або складні 28 пунктів, або вкрай важка зима. Найважча та подальші ризики. Національний український інтерес має бути врахований. Ми не робимо гучних заяв, ми будемо спокійно працювати з Америкою та усіма партнерами. Буд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ий пошук рішень з нашим головним партнером. Я буду наводити аргументи, я буду переконувати
пропонуват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и, але точно ми не дамо ворогу приводів сказати, що це Україна не хоче миру, що це вона зриває процес і це Україна не готова до дипломатії. Але і Європа, і весь світ мають розуміти і іншу правду, що українці перш за все люди. І ми майже 4 роки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го вторгнення стримуємо одну з найбільших армій світу. І ми тримаємо лінію фронту у кілька тисяч кілометрів. І наш народ щоночі переживає обстріли, ракетні атаки, удари балістики, удари шахедів. І наші люди щодня втрачають когось із своїх близьких. І наші люди дуже, дуже хочуть, аби ця війна закінчилась. Ми, звісно, сталеві, але будь-який, навіть найміцніший метал може не витримати. Сила тебе сказала, что после